这是全画幅的黑白卷，每张大概不到1块钱，而这是中画幅反转片，每张需要你20块钱。那这样一张彩色的大画幅胶片，每次按动快门，你会发现它会烧掉你100块钱。那你会发现，不仅仅是摄影爱好者目前还在拍这些所谓高端的胶片，就连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里面，胶片的身影不仅没有变少，反而在越变越多。就像刚才说的，用胶片拍照片已经很贵了，如果用来拍电影，那就是天文数字。用来拍广告片还有故事片，常用的超35胶片，每分钟要近1000元。那诺兰钟爱的 IMAX 胶片多少钱呢？每分钟大概4000块钱就直接烧掉了。那问题就来了，这个胶片一个古老且昂贵的介质，为什么它就没有淡出我们大众的视野？那近几年反而越来越流行，价格越来越走高，甚至厂商都开始重新建设产线，开始生产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新时代的智商税，还是说真的有玄机在里面？那本期节目我们会和你一起来探索一下胶片它到底是如何成像的，以及为什么胶片也许真的不是智商税，还将陪伴我们大家很长的一段时间。首先，我想先给你看几张样片，其中一张是做了胶片模拟的这个数码照片，而另一张是真正的胶片照片，你能不能区分出来？左边是我们数码拍摄的照片，它从一张 RAW 到这样，再到胶片风格，我们公司的调色师青青满打满算也只调了10分钟的时间。而右侧则是胶片拍摄的照片，在拍摄后经历了冲洗、扫描，过了快1周的时间才回到我们的手上。那说起来很有意思，这两组照片乍一看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们的底层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天与地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流程。这和它们的成像原理息息相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数码和胶片是点了完全不同的2条科技树。今天的数码相机都用这个叫做 CMOS 传感器的东西来进行成像。那其中整齐排列的小方格内有光电2极管和对应的电路，把接收到的光转成一个数字信号，成千上万个像素构成了对应的数字影像。你按下快门的一瞬间，这一切也都完成了。那胶片的发明比电子成像早了100多年，这不用电就可以记录影像是怎么做的？答案就是光化学。我们把胶片放到显微镜之下帮你拍了一下，你会看到，这些小小的颗粒就是乳化银。这些乳化银颗粒感光之后就会形成曝光中心，在遇到显影液之后就会析出银颗粒，曝光越强的地方析出的银越多，就形成了更高的密度。原本场景里面更亮的地方，在影像上就变得更暗，是和现实完全相反的状态。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负像。这样成负像的胶片称之为负片，这也是为什么你第一次把胶片拿起来，你会发现它好像并不是我们拍摄下来的现实，因为它不一样。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胶片的话，我们一个忠诚的建议就是借来朋友的相机把玩，请你千万不要摊开胶片相机的后盖，或者拍完照就说我来看看拍的怎么样，把胶片扯出来，这你很有可能会失去一个朋友。这是因为胶片曝光的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化学反应。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法控制它不发生，你一扯出来，它就发生了对应的反应，那结果就是所有的画面都是过曝的。那这是因此，胶片的生产、存储和运输都要严格避光，冲洗要在暗室里面进行，只有在显影还有定影之后，这个胶片拍到的画面才算是安全的留了下来。那你可能见过电影里面摄影师在暗房里面点一盏红色的灯去冲洗它，那这确实没有问题。这是因为过去的黑白胶片和相纸是盲色片，它们不会感红色的光，所以摄影师可以打一盏灯来进行操作。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的胶片，尤其是彩色的，都是完全不能见光的，所以怎么冲洗它？你可能觉得人类几十年应该想出方案了，对吧？答案就是人类没有想出方案。现在哪怕冲洗，大多数人都是在完全看不见的地方盲操的，真就是这样，不开玩笑。那既然说到彩色了，这个彩色是怎么被记录在胶片之上的？你想一下，它不就是一堆化学反应，怎么会有彩色呢？那其实逻辑上是基本上一样的。人类很聪明，这个彩色负片有3层的感光层，从上到下依次感光蓝、绿和红光，并且配有黄、品、青的成色剂。胶片在曝光显影之后，就会形成对应补色的染料，成彩色的负像。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彩色负片给翻转过来，你一看会发现，它的颜色怎么还是怪怪的？是不是我胶片洗坏了？那你不用担心，这是因为化学药剂它的性能往往没有这么理想，所以科学家们设计了一个叫做色罩的东西，让彩色负片记录下更好的色彩。但是代价就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去色罩的过程，才能看到正常的颜色。
那你可能会问，有没有胶片不用那么麻烦，冲洗完就是正常的色彩？那其实还有一种叫做反转片的胶片，它得到的就像色彩浓郁的正向，但是价格吧要高很多，冲洗工艺更复杂，并且反转片的高光细节往往更不容易保留，所以对于曝光的精度要求也会更高。因此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副片的经济性和易用性都会更好一些。那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之后，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个珍贵的胶片影像，我们费了这么大功夫，值得吗？那有人说胶片的成像是分子级别的，它的分辨率是无限的，这是不是真的？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全画幅胶片和数字的这个拍出来的画面，你会发现同样尺寸之下，这胶片它确实就没有数字清晰。我们放大同样的倍数，你看一下，这很客观对吧？数字是这样，而胶片已经变成这样。那有朋友会说，哎呀，你这经过扫描了，会不会是扫描的分辨率不够？那行，我们直接把胶片放到显微镜之下，我们来看一看，在微观结构之上，你其实也能看到这些染料团，它并没有记录更多场景的信息，所以胶片它不是神话，它能记录的信息也是有个极限的。那了解胶片的朋友这时候会说，你用全画幅胶片来对比太不公平了，这个全画幅在数字相机里面是挺大的，但在胶片里面真的就是一个地中地。你看我们这个中画幅的胶片和一个数码后背对比的时候，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大大的胶片的感光面积是数字的2倍多。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你觉得谁更清晰一点？这时候胶片凭借更大的画幅已经扳回一城了，两者的清晰度达到了差不多的状态。那能不能够更离谱一点，让我们觉得胶片是更加值得的一个媒介呢？确实可以。你看，这是一个4:5的大画幅相机，它的感光面积哪怕比数码相机里面很大的中画幅相机都要大了9倍。那这时候你看，这个胶片有绝对的优势。我们放大，放大，我们再放大，每一处细节还是清清楚楚的。毕竟你想，这个 CMOS 传感器它本质上是一个芯片，把画幅做大的成本非常非常之高，但是胶片它实际上就是一整块片机涂刷药剂，再切分成不同的规格，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把胶片做得很大。那胶片的影像就是由银盐或者染料颗粒构成的，这个画幅越大，相对来说颗粒越小，这个影像对应的也就会更清晰一些。那虽说胶片可以通过更大的画幅获得一个非常高的分辨率，确确实实这一点上它真的不是智商税。但是反过来说，拍这个大画幅的照片真的非常麻烦，我相信你是不会愿意扛着大画幅相机出门玩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张你需要花上4到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准备。那在我们愿意带的出门常用的规格之下，这个数字的相机的解析力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胶片的优势在于它的门槛更低，比如中画幅这个概念比全画幅大很多，数码相机可能动辄需要3到5万块钱才能入门，但是胶片呢，最低几千元就可以上手，会更加灵活一些。那听到这里，你可能又要说了，这胶片的分辨率好像也不是我很在意的，它还有没有更多好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说的胶片的柔和的高光带来的不一样的质感，它是不是真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胶片的样张里面这里高光的过渡，你会发现确实它好像即便我们拍过曝了，它也没有这么突兀。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数字的这个画面，它过曝，这过了就是过了，是一个生硬的白切，的确没有这么自然。这是因为胶片在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的一个物理现象，这的确是数字很难模拟的一个结果。那它除了这个自然的高光过渡之外，你还会发现一点，就在窗户或者台灯这样高反差的边缘，你会看到一种特殊红红的光晕。这是因为由于过强的光线在穿透胶片之后没有被全部吸收，在抵达胶片最底部之后，它会反射一部分上来，最下方的感红层吸收了反光，就形成了对应的红色的光晕，这也是胶片的特性之一，我们把它叫做 halation。那在更小的画幅之上，你会看到更明显的颗粒和光晕，而较大画幅的颗粒和光晕就会比较轻微。理解了这个以后，你就能够轻松的判断出照片大概是用多大画幅的胶片来拍摄的。那虽然现在胶片在有光的时候表现非常之好，但你会发现数码相机远超它的一点，就是在没光的时候，一旦遇到这样的夜景，你看这个胶片拍出来的暗部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也是为什么在胶片时代，你会发现很多电影的夜戏都是一种亮亮的蓝调，非常的不真实。直到数字电影机普及之后，我们才能在电影上看到像这样自然的夜景影调。那聊了这么多，你可能这时候会说，哎呀，我觉得 Tim 这好像还是挺智商税的，只是更清楚一点，还有点这个什么物理的不正常反应，才导致了胶片所谓的质感。它有没有别的优点让我真的想买它呢？色彩有没有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不同型号的胶片，我们首先得知道它适合不同的题材，所以也会有截然不同的风格。但是我们调查之后发现，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胶片风格，实际上是由于不正确去色罩导致的对应的偏色，变成了所谓的胶片质感。它其实并不是胶片本身的风格。我们用富士、哈苏还有诺日式这不同的扫描仪给你扫同一卷胶片，你看这区别是不是还挺明显的？这就是扫描导致的结果。我们自己在达芬奇里面做了更细致的去色罩，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一下子它就没有对应的胶片味了？那么再对比看看这不同的扫描仪的效果，你会更喜欢哪一种？所以你看，如果真的要说优势的话，我个人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胶片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它同一个机身里面可以探索的空间比数码相机大的太多。你想，数码相机每次就这么一块固定的传感器，但是胶片你每换一卷就是换了一个新的传感器，所以你像机身里面塞进不同的胶卷，再配合不同的冲洗方式和扫描仪，你能组合出非常之多的风格。比如你看了沙丘，你对红外摄影非常感兴趣，如果是数字的话，你需要花费几万元去买这么一台机身，并且它只能拍这么一种规格。而胶片呢，只需要大几十元买上一卷红外卷，加上一个720纳米的红外透过滤镜，你手里的机身就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下像这样完全不同的世界，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虽然胶片已经不是主流，技术发展已经停滞，甚至部分失传了，它更多变成摄影师对于美学的一种追求。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种趋于稳定的模拟技术，反而成为了长远记录影像的一个载体。直到今天，你会发现，新影厂在记录大型活动的时候，还会选择胶片，而迪士尼也会给自己的数字电影留一份胶片存档。所以胶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影像质量。比如迈克尔·杰克逊，我一定想给你看一下，在1988年使用胶片拍摄了这么一部 MV， 当年官方电视转播的画面是这样的，超级糊。但是在2012年的纪录片，导演他又对这段胶片扫描了一下，扫描了更高清的版本，随着时代进化，你看一下，这是不是天差地别？这后者完全不像是上世纪的影像，迈克尔·杰克逊也变得更加鲜活了一些，这就是胶片的魅力。所以你看，胶片作为承载影像的实体，它能够更好的抵御时间的侵蚀，凝聚瞬间。所以我相信，即便现在它没有这么常见，但是这个媒介还会陪伴我们人类很久很久。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你看完以后会不会想尝试一下胶片摄影？也欢迎关注我们一下，也许我们可以再出一期怎么拍胶片的节目。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给我们点赞、特别赞、转发。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得记住，永远都不是介质，而是用影像。记得去按下快门，留住那些记忆和时刻。那么我们下次再见。等一下，先别走，现在我们春季唯一断码捡漏，折扣最低7折起，欢迎来我们店里面看一看。